非不听我的话，非要去做免拆自理烧机油，好了吧？钱浪费了吧？你最终还得过来找我发动机大修。那这台途观呢，从安徽过来的，2021年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，当时我就劝他，我说烧机油是一个物理问题，物理问题只能用物理手段，魔法手段是打不败物理的。那车主不信，非要去做免拆自理，当地做了，做完以后呢，延缓了啊，确实是有效果的，延缓了，但是要不了多久就更厉害了。现在500公里烧一升机油，没办法来找我大修。那这台车呢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，比如说动力很差，比如说开起来感觉很迟钝。那我们通过这一次大修，一次性给它解决问题。记住了，是从根源上把烧机油的缺陷，把它的薄弱环节该强化的强化，该改进的改进，一次性解决问题。啊，这个大哥22年本来是疫情之前要过来的，但是因为有特殊原因过不来，在当地做了个免拆自理，对吧？然后现在过来，当时做的这些东西啊，换了什么链条啊、废气阀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搞过了。然后他这边免拆自理是质保2年5万公里，免费维修重复内容。那现在他还是烧机油，而且烧得很厉害。安徽车友的途观今天找到了啊，没其他问题，主要还是烧机油。这基本上就是没有负压是吧？个位数，那考试考个位数肯定是不对的是吧？实表公里数18万8，这个是2013年之后的小改款啊，小改款。什么时候做的免拆这个车子？2022年我们就发给你了啊，22年做的免拆。这个是车辆名牌啊，车辆名牌。这个底盘上面啊漏的都是油，这油底壳也不行了啊，打了这么多胶水，神采，绝对是人才。这个机油里面有点泥浆的颜色，看到没有？有点泥浆的颜色。来，把这个元宝梁拿下来，然后摇一下，看一下有没有间隙，稳定感看一下，摆臂看一下有没有间隙。来，发动机出来喽！中哥下涡轮，这个涡轮没毛病啊，不漏油啊，咱们就不动它了，拿走啊。小伙行不行啊？能拔出来不？啊，像这里的油啊，都是刹车真空泵漏下来的啊，刹车真空泵。这个里面不光有积碳，而且湿哒哒的啊，这说明什么问题呢？说明有2种可能性。第一个，废气分离的不干净，油进去了；第二个，气门导管、气门油封开始漏了。这个水泵应该是新车买回来没换过的啊，那还是塑料的这种，没改进过的。现在换的是铝合金的头的，头铝合金的，泵体还是塑料的。这个3位四通阀啊，跟狗啃过一样，那我怎么拆？它这个链条呢，它是换过的，当时做免拆自理的时候一起换掉的。那这个链条他说能不能给它保留起来？然后呢，我们这个根据这个蛛丝马迹啊，这个发动机里面原来可能是比较脏的，为什么呢？你看这个链条轨道上面看到没有，有那种黑的油泥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它洗过，做免拆自理洗过，可能就洗白了。哎，啊，黑不溜秋的，这个就是油泥啊，已经开始有油泥了。把这个凸轮轴瓦架拿出来看一下，里面有没有磨掉，看有没有磨掉。发动机声音响，一般都是磨掉，但看这就磨掉的不能用了，必须换掉啊。一般你们的车子嘎啦嘎啦响，一般就是东西磨了。要么就是这个凸轮轴磨了，要么就是这个缸盖的瓦架磨了。那像这种电磁阀，你说你换还是不换，对不对？外面都是油，里面也击穿了，那怎么办？有点拉掉了，看到没有？还是有点拉伤的啊。像这种地方拉伤呢，发动机声音会比较响，嘎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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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这种情况，你要么就换缸盖总成，因为这个气门室盖跟缸盖总成是一对的，配对的。有些车做过免拆自理也会这个样子，会造成这种磨损。那这个我没办法了啊，你要不就换缸盖总成。3、2、1，起！看一下背面。有没有腐蚀的？你看还是有腐蚀的，多多少少有一点，到时候还得打硬头胶，你缸垫还不能直接上。然后呢，这个车是做过免拆自理的啊，免拆自理，可怕的免拆自理。我们看一下，到时候拆掉看一下缸里面不要有那种腐蚀掉的痕迹，如果有腐蚀的，那就只能长缸，我也不希望这样。来，拉呗，啊，欧了，分离啊，分离。这个头套已经碎掉了啊，这个碎掉呢，有可能是那公里数的年份也不长。很脆，那是不是跟免拆自理的药水泡过有关系？来，准备捅活塞啊！打点的时候又到了打点的时候，看一下活塞环有没有对口啊？第一缸，哎，拉掉了，你看拉掉了。那这种情况洗免拆自理有什么用呢？对不对？你洗完就不拉掉了。第二缸，看有没有对口活塞环，你看又拉掉了，看到没有？对，活塞环对口了。我科普一下啊，什么叫活塞环对口？气环第一道气环和第二道气环的口它对上。对上以后呢，曲轴像串气，就直接从这里溜一下掉到油底壳去了。到油底壳的油池里面以后，激起大量的油雾，激起来的油雾通过废气循环系统进行分离，但是它的量已经超过了它分离的量，也就相当于是超载了。在这种情况，你洗免拆自理有什么用啊？是不是智商税？你们自己说。第三缸，好，来转过来看一下有没有对口，拉已经拉掉了啊，已经拉掉了，看到没有？转过来，第3缸是没有对口啊，但是已经拉掉了。第4缸，来。第4缸你看也对上了，看到没有？开口在这里，开口在这里，相差不到15度，
所以说2支钢活塞环对口，那你洗免裁自力有用吗？对不对？这个钢壁上竖了一条印子，用手指甲抠上去已经能抠出感觉来了。我估计啊，肯定要弹钢了啊，必须要弹钢了。我们现在把这个气门啊压出来，压出来以后呢，我其他都不怕，我就怕它气门有腐蚀。如果有腐蚀的话，那他妈整套都得换。今天呢，我们波哥亲自给我摇这个气门导管间隙，波哥间隙怎么样？这个间隙有点大了，有点大是吧？那么灵魂拷问又来了啊！气门导管间隙大了，你洗免拆自理能洗完以后就不大了吗？洗完以后就缩小了，就紧致了。按3下就好了，波哥。4.54，负4.54是吧？对。那负4.54用什么孔呢？大孔还是标孔是吧？像这种子弹一样的呢，这个就是气门导管啊，因为它也是有大有小的。那排气呢，我们要的是负40多一点，那就用标准孔的，不用大孔也不用小孔，这个必须要按照尺寸来选配啊，你不能随便自己想怎么配就怎么配。波哥笑得这么灿烂啊，抓紧时间，波哥。这洗刷刷的工作呢，我们都自己做啊。发动机呢拉去超声波清洗，那些附件我们都自己洗。有些东西啊不适合洗。车主反映这个车动力很差啊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涡轮是不是有问题。这个涡轮呢，主要看的是这么几个东西。第一个，它这个机芯好不好？它本身有点烧机油，然后呢，你看这个地方是不是有油啊？这个地方它本身有点漏机油，看到没有？所以说这个机芯可能是有问题的。用手转动呢，感觉是比较灵活的，那不应该说感觉动力差，对吧？但车主反映说动力差。第二个呢，就是看这个涡轮的那个蚌壳，就高温段啊，低温这一段是不会有问题的，一般出问题都在高温段，是不是有裂纹呐？这里看了是有一个裂纹，仔细看一下，哪呀？裂纹？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有点裂纹是吧？你看看吧，是有裂纹，但是这个裂纹有没有裂穿？你看一下，如果只是轻微裂，那应该不影响动力；如果裂穿了，那就影响动力。啊，你们看这个里面是不是有道裂纹呢？那这个裂纹的话，看有没有裂到外面来。如果是内部裂的话呢，应该问题不是很大，但是有裂纹肯定是不对的。能不能焊这东西？那补一下给他。跟车主沟通之后呢，这个涡轮里面的小裂纹，车主说不管了。虽然说小概率以后会出问题，但大概率应该问题不大。那车主说不管了，出了问题他也不找我。然后呢，这个涡轮机芯给他换掉。那原厂呢，博格华纳公司是不提供机芯的，他只提供涡轮总成。一个涡轮我们进价3000多块钱，那卖给车主成本太高了。那么我们就给他换一个涡轮机芯啊。这个涡轮机芯呢是品牌的涡轮机芯，那不是原厂件，这个必须要说清楚啊。但是用质量是没问题的。那这个机芯呢是锻造的机芯啊，所谓的锻造就是叶片轮是锻造的啊，不是说这个壳里是锻造的，那用也是没问题的。新的涡轮机芯上去了，那等一下呢，灌点机油进去啊，它那个轴承给它润一润。哎呀，东西给我拿回来喽，抓紧时间搞掉。进口2.0的气门油封，我觉得比国产福恩的更加耐磨耐用，这我觉得啊。然后呢，气门弹簧，这个是国产17大众原装的气门弹簧。那为什么这个气门弹簧要换呢？因为这款发动机的进气门弹簧很容易断。那为什么不用进口的呢？因为进口的成本太大，我们要根据客户的需求。那换了这个气门弹簧以后，是不是就绝对不会断了呢？这也不是，这个东西呢，只是说大大降低了它断裂的风险。那如果说在保修期内断了，那我倒霉，我该赔还赔。那如果是过了保修期断了，那你倒霉，这个是天意。然后呢，顺便把这个火花塞啊、铝合金3通一起给它装好，那这个缸盖就万无一失了，对不对？进口气门弹簧啊，看到没有？然后气门导管呢，该换的都换了，这个是新的气门弹簧，进气的，排气的没毛病，不用换，断都是断进气的。我们钟哥正在压气门啊，我们钟哥是压气门小王子，白天压气门，晚上压中扫。然后呢，机油喷嘴4个都给它换掉啊。为什么要换机油喷嘴？它原生的机油喷嘴不是说一定坏了，但是这个东西是在发动机最深层次的东西。有些车啊，它机油红灯亮，就是这个喷嘴坏了。但是你要拆这个喷嘴呢，你发动机要打散，你敢不敢冒这个险？机油喷嘴30牛米啊，30牛米拧紧。使用带涂层的红色大瓦，这个是3代188的强化瓦啊。那这个小瓦也是带涂层的，一会儿我们全部给它强化掉。来吧，原厂止退片，我知道啊，很多修理厂里面它止退片都不换的啊，像我这边的话，肯定给你换彻底，绝对是给你按照30万公里、50万公里的标准去做。那当然了，我保不可能保你30万公里、50万公里，但是做是这么个做法。你说像那种什么5000块钱的大修，对不对？什么低价引流的大修，它不可能给你换的这么彻底的，是不是？头尾2道的大瓦螺丝一定要换新的啊！那为什么要换头尾2道要换新的呢？因为要断都是断头尾2道。那为什么头尾2道会断，中间不容易断呢？那这个螺丝先拿去，因为中间这个螺丝，你看侧面还有穿进去的辅助螺丝，那也就是说中间3道，它1道瓦是4颗螺丝，但头尾2道1道瓦是2颗螺丝。那为什么头尾2道瓦它只有2个螺丝呢？你们看啊，这个地方它如果连过来，
直接打个洞就可以做了。但是头尾你看这里是空的，对吧？这里是空的，它没有延伸过来，这个是设计上的问题。那你说头尾两道螺丝换新了之后，就一定不会断了呢？这也不是100%的，只是说小概率。因为我们修理工只是零配件的搬运工，但不是零配件的制造者，也不是这个发动机的设计者。那希望5代18888第5代的啊，我没拆过，希望它这里多2个螺丝，这里多2个螺丝，这样呢5道瓦全部都有4个螺丝固定，就万无一失了。大瓦螺丝啊，60牛米加90度，放心大胆这么干，我几百台车的试验绝对没有问题。看到没有？它这个侧边带螺丝的，以前那个老普桑是吧？老帕萨特的时候呢，它侧边5道瓦都是不带这个螺丝的。所以说这个瓦的螺丝哪一道它随机断，然后呢888之后呢侧边带螺丝了，所以它中间的不断了，断头尾。然后宝马就比较聪明，宝马呢它不做成这种分体式的瓦架，它是整体的瓦盖，它整体的瓦盖10颗螺丝互相牵制，互相帮忙就不会断。使用改进的活塞和活塞环，这个活塞呢是82.435的小活塞，是3代18888的。活塞环是小日子锂盐的，气环是等离子喷涂的气环，油环是氮化处理的波浪油环，万无一失。连杆螺栓30牛米加90度，刘团长是机器打胶，那我们呢是人工仿机器打胶，打的应该也还算过得去吧？对。啊，把这个皮垫子换掉，这个皮垫子呢是挡住那个曲轴箱串气用的。全新油底壳啊，之前那个已经变形了，而且有点打了胶腿，换油螺丝估计是划掉了，所以换新的。这个油位传感器呢就换新的，之前那个是漏的，那没办法，用的是海拉的，海拉就是奥迪原厂配的，上去吧。这款车呢比较坑爹的地方是什么呢？就这个油位传感器啊，它只有油温传感器的功能，它没有油位传感器的功能。那上汽大众把这个油位传感器的功能给阉割掉了，把那个通道给它闭掉了，而且那个通道闭掉以后呢，它还不让你打开。冰镇凸轮轴啊，这夏天玩这东西呢特别舒服，冬天那是要命。要轻松插入啊，粗暴的人上网他就要复制，要复制你搞的。我的，要轻松插入啊，粗暴的人是不配拥有女朋友的。这个链条轨道呢，车主自己换过的啊，那按照要求给它装回去啊。这大货车的堵盖啊，33毫米的。这一轮螺丝啊，一定要涂螺纹胶啊。那为什么要涂螺纹胶呢？有谁知道？想知道的问我评论区，我告诉你。上变速箱，这个变速箱呢是小日子做的啊。日本爱信的，然后呢，我在想啊，现在它是用7速双离合的，现在的车，如果说能够装一个爱信的8AT 的，那就完美了，对不对？完美对接发动机、变速箱，对这个玩意儿还是要点技术含量的啊，动不好对。哦，这是传感器20牛米，然后那个水分皮呢给它换掉啊，这水分皮的，那个平衡轴油封也给它换掉，再战30万公里。这个气缸床呢，正常我们是不打这个樱头胶的，这个樱头胶就是美国的气缸床胶水。正常是不需要打胶的，那为什么这台车要打胶呢？这个面上面有些麻麻赖赖的啊，那就给它涂点樱头胶。这个就是为什么要涂樱头胶。如果说这个面很舒服的，那我们是绝对不打胶的。上吧。这个水分呢是4S店版本的原厂水分。那我就问你吧，那种什么7000、8000、5000大修的水分会给你换吗？对不对？这个是服务站的水分啊，价格要将近100-200块钱一个。你外面拿的那种200-300的水分装的那种。能做到这个能做到这样品质的大修吗？对不对？为什么要把这个机油散热器给它换掉呢？因为它原来旧的机油散热器没有完全堵死，但是到水龙头上过水的时候呢，水从这里进去，下面流出来不是很通畅，那说明里面局部的有水垢。为了考虑到机油的散热，还是把它换掉。缸盖螺丝啊，60牛米加90度，不用什么40牛米2个90度，我几百台的试验绝对没有问题，你们相信我，按我的来就行。这4个喷油嘴啊，全部都换掉啊！这4个这4个喷油嘴密封圈全部都换掉。这种东西呢，一次性的，下，好，完美。这个进气气管刷的乌黑发亮啊，这我们途哥刷的，点赞点一个。气门室盖螺丝直接15牛米就行了，不要什么8牛米加90度了，没必要的。这一套链条呢，是这个车主大哥在做免拆治理的时候在当地换的啊，大哥说换了没多久，那就不换了。又到了每天一次的吹牛13的时候，小图手上的这个废气阀啊，是兄弟专利的废气阀，内置撞凝机构，在原厂旋风分离的基础上，双重分离、双重保障。但是呢，我要把话说清楚，这玩意儿对你烧机油是有帮助的，前提条件是发动机本体没毛病，涡轮增压没毛病。有些车友说买回去换这东西包治百病，这个是不对的啊！如果你发动机本体有问题，涡轮漏机油的，你换100个阀都没用，到时候别给我退货啊！上吧。
这个叫凸轮轴瓦架。凸轮轴瓦架为什么要换呢？因为它里面有拉掉，那这个新的里面是光滑的，看到没有？是没有拉痕的。那你们视频开头的时候看一下，是不是旧的那个里面拉了很深很深的一道？所以没办法，如果好的话，我也不想给你换，对不对？徒手推入啊，徒手推入，发动机声音嘎啦嘎啦响，有可能是这个东西跟凸轮轴之间有摩擦，也有可能是凸轮轴跟凸轮轴瓦架之间有摩擦，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啊。来，3、2、1，刹车真空泵为什么要换啊？因为漏油了。那么这个刹车真空泵呢有两种，一种是圆棒，一种是方棒。方棒不容易漏油，圆不容易漏油。但是如果要圆的改方的，那边上些走线啊、管子都得改，设计面很大。换了以后能熬个几年啊？用的是皮尔伯格的，就是原厂配套的。3位自动阀换新的，为什么要换新的呢？原来2个点已经被人搞得跟狗啃过一样了，我没有办法再拧紧了。这个3位自动阀呢，它也是有拧紧力矩要求的，27牛米啊，你打30也没问题。全套3代1A888链条啊，因为车主说换过了，那咱就不换了。但是呢，这个机油泵那条张拧器拆出来就散架了，就换掉了啊。机油压力传感器上中下蓝，低压高压，那为什么要给它换掉呢？不一定说原车就坏了啊，但是容易击穿。他回安徽如果击穿了，以为漏油了，那我是不是得跑到安徽去擦屁股啊？所以安呆一点还是给它换掉。这个是变量式机油泵的调节电磁阀，这个电磁阀呢很容易击穿啊，击穿以后油就会自己漏出来。原车那个就是因为击穿，所以要换新的。这条盖板呢还是给它换掉啊，它之前虽然换过了，但是撬过以后总会有点变形，万一漏油了算谁的呢？对不对？这个呢就是空调压缩机啊，虽然说像这个空调压缩机，对吧？机油散热器、水泵这些东西都是长在发动机上的，但是你去买发动机，你买的突击这些东西都是不带的，这个叫附件。很多人很天真，以为这个买个发动机回来装上去就好了。我告诉你，这些附件全部都要移过去，水泵之类的该换你还得换。所以说你不要以为说一个突击买回来，是吧？有的时候1万多块钱就解决了，比大修划算。你错了，你比大修贵的多得多，因为这些东西移过去，这些东西就买都要花钱的。发电机的轮子一定要有缓冲啊，看到没有？那这个发电机是好的，如果说这个轮子没缓冲了，那就会嘎啦嘎啦响，到时候。这个吸盘呢，咱们还是给它换个新的，之前那个击穿了漏油了。像这种密封圈啊，这种密封圈不好的，我们全部给你换掉，省得以后漏，全部换成浮胶圈。上涡轮，给它这个到时候给它洗一下，太脏了。这个管子啊，跟这个软管之间容易漏油啊，很多人认为是软管坏掉了，其实不是的，是这个密封圈，原厂这个密封圈啊太细了，你给它换一个加粗的就好了。尺寸我跟你们讲一下啊，内径18，线径2.65。点火线圈一定要涂活水膏啊！我知道你们都是不涂的，但是我这里都是给你们涂的，用的是奔驰的活水膏，其实跟大众、奥迪的呢是一样的。容易漏油的呢，都是这个密封圈插进去，它插不紧，油从这里流下来，很多人都以为是这个软管不好，其实跟软管半毛钱关系没有。之前的这些油啊，看到没有？其实都是从这里流出来渗出来的，所以说你换这个东西是没用的。发动机总招完毕啊，拖过去，准备进入机舱。前面呢皮带这些东西都没有换啊，车主应该自己是换过的。这个发动机呢绝对是万无一失啊，但是链条我不管啊，这链条跟我没关系。元宝梁两边的小吊杆换掉了啊，到时候给它元宝梁洗一下啊，之前漏下来的油迹给它洗掉。我刚才说了，发动机没进来之前先把暖风水管装掉，好装多了是吧？好，管子线理掉，加油加水，准备启动。使用真正的全合成机油，我们用的是德联的机油，这个不是最顶流的机油，但绝对是合格的全合成机油，奥迪出厂配套的。发动机大修相当于是初装加6升，皮质保养加5升。用德联的防冻液啊，这个也是奥迪出厂配套的防冻液，不能说是最顶流的，但绝对说是很优秀的。它这个高压泵里面油没上去。好多烟肯定这个车里面，排气管里都是刚才喷出来的汽油，主要是2缸缺缸啊，把2缸点火圈里面拿个新的出来，先换一下试试看。应该是2缸的喷油嘴漏油了啊，你看油轨压力过低，喷油嘴泄压了。2缸里面看一下啊，都是汽油，看到没有？2缸的喷油嘴肯定是击穿了，不用看了，击穿了，肯定击穿了。把2缸喷油嘴换掉。1缸看到没有？它有燃烧过的痕迹，1缸是干的，2缸你看里面全是汽油。喷油嘴坏了啊，点背，换个喷油嘴吧。你看，2缸的喷油嘴还在滴油，友情赞助一个事故车拆车的喷油嘴啊，新的赞助不起啊，拆出个旧的。这事故车那东西是好的啊。看来它这个刚才那个油都泄掉了，这个油压要重新建立啊。这油门踩几脚？
缸淹掉了啊，缸，所以现在打出来后面浓烟滚滚。那现在这个发动机它就稳了啊，二缸喷油嘴啊击穿了。那现在呢数据也不跳了，没有缺缸的记录了。这个是我们在用的冷媒，就是普利昂制冷剂啊，我们用的是聚化的，是我们浙江的知名企业，看到没有？亚运会赞助商，所以这个东西啊绝对没问题。加600克刚刚好。上一次换变速箱油的地方啊，那个磁铁都没给它放。然后呢，我们用奥迪 Q5 换变速箱油，它那个滤芯上面自带磁铁的，把那个磁条砸成2块，给它补回去。这个是用来干嘛的？吸附磨下来的这个铁屑的。德联的变速箱油啊，我们修车实实在在用什么都直接跟你说的。用德联的变速箱油啊，你们觉得这个变速箱油怎么样？牌子够不够硬？这个变速箱放油螺丝啊，之前也是被人操过的啊。那我们只能今天没货，明天早上给他换吧，订过来了。打油，你们谁的手速有这个东西转得快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能这么转，你都不用修车了。上高速试车 ，ETC 啊，对啊。这条高速限速100啊，限速100。等一下换一条高速以后，可以限速到120。哦，这个绝对就是预来预警啊，就是毫无损失的，不知不觉就咔就一脚油门下去了。对。身体发动机状况工况好像涡轮也有关系，那个涡轮本身也是有问题的。动力澎湃，声浪迷人啊！这条高速可以跑120。下高速。昨天晚上连夜陪客户大哥试的车，动力澎湃，声浪迷人。大哥说找到了初恋的感觉。当然了，我车牌会隐掉了啊，回去以后给大嫂看到要回去挨加法了。回去之后好好保养，使用符合规格的全合成机油。我们这里用什么？我把那个标号写给大哥了，他回去买什么？机油按5升加，放干净加5升，不要拿来抽。拿来抽你不一定能确定这个管子有没有掺到底，可能抽不干净。放干净加5升，定期使用燃油添加剂。做到这些之后，你的车将原力烧机油。好了，这一期就到这里，点击加关注，爱菜熊猫修烧机油不迷路。最后再说一遍啊，烧机油了不要去做免塞治理啊，就算做了临时有效果，那也是临时的，不是不能根治。好，完美交车，再见啊，再见。4年之前，2021年发动机大修过的奥迪 Q5，今天来找麻烦啊！开玩笑，不是找麻烦。我知道你们很想看我修车翻车，烧完机油返工，对吧？那返工的肯定有，比例很小，但这台车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今天来找我呢，是一些发动机出现了一些故障啊，不是我们大修引起的故障。发动机故障灯亮，加速的时候呢，偶尔会耸一下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车到底是什么情况，是什么东西坏了。37万多啊，大修的时候是22万，现在已经开了15万公里多了。主要是进气歧管的问题，难道坏了？然后呢，进气歧管它有问题啊，进气歧管时间久了以后呢，它风门会卡住。第二个问题呢是凸轮轴位置传感器是被动偶发的，但是这个静态的问题呢肯定是有问题的。这台发动机修出去应该已经有个4、5年了吧。这个呢是他当时的维修记录啊，4缸单4开头的，就是大修单、20保养单、30小修单啊。车型是 Q5， 车架号、姓名车牌我都挡一下，这个客户的隐私。然后呢，送修日期2021年4月11号啊，当时修了16000多块钱。当时的公里数呢是22万1000多，就是算22万2000好了。那问题呢找到了啊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线皮都已经破了，那破掉跟破掉的皮之间呢，它搭牢了，搭牢以后就有短路，对吧？这换传感器的信号线跟供电线搭到一起，那肯定是失准的，对不对？进气侧凸轮轴传感器报偶发故障。然后呢，咱们把这个凸轮轴位置传感器啊，这边这个报故障了，那咱们把这边这个移过来是偶发的，那到时候新的到了以后呢，换这边也方便，对吧？反正今天已经这边进气歧管都拆掉了，因为换这边的这一个呢，进气歧管挡住了。那咱们接线呢也不能随便接啊，全部都是有这种护套的，带焊锡丝的这一种，不同粗细的线用不同粗细的这个护套。修车接线要严谨，不能拧上就完事了。要用热熔啊，要用热熔。我接线不是热熔就是冷压。3根线啊，一根供电，一根搭铁，一根信号，然后我们全部用那个焊锡丝护套给它弄好，热熔丝的，外面再给它包一层电胶布，那这样就万无一失了。换插头就解决问题了。当年这个车大修过到现在，你看它也不漏油不漏水，是吧？机油也不少。那今天这个呢，就是属于突发性的小问题啊，
那现在你看这个传感器的位置变成偶发了，之前线不好，那么这个传感器信号问题解决了。但还有问题，你看这个进气风门流卡住这个问题，你还得看。那如果这个卡住的话，那只能给它换进气歧管。那它底下这个传感器有问题啊，也有可能会导致爆这个卡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这个传感器有问题，电脑板不知道它这个进气歧管的翻板在哪个位置，在这个位置还是在这个位置，不知道。那不知道的话，那个电磁阀是该接通呢，还是不该接通？这个真空该引过来呢，还是不该引过来？这个翻板是该动呢，还是不该动？所以就变成了卡字。所以说你要解决这个卡字问题，你要先把这个信号的问题先解决啊。它现在会动的，现在都没有故障码了啊。那我们出去再跑一下，看有没有好。大油门急加速，多来几下，好吧？出去长时间试车，至少开10几公里，没有故障码和故障现象。现在好了吧，图？试车试过，数据都看过，没问题啊。交车前再次检查。现在故障灯也没了啊，试车试回来，那一切都正常了。30多万公里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机油有多少，看下机油有多少，机油油位。哦，现在看不了，它因为机盖开过了。这个但是车主说了啊，开10000把公里机油是不带少的啊，机油是不带少的。现在呢，翻板也能监测到，对吧？它能翻能动。那试车试回来没什么问题，那以后有没有问题我们不知道，反正眼下是好的。这试车试回来也没有故障码啊，大概试了10几公里路。那最终收了他多少钱呢？收了100块钱，意思意思啊，因为毕竟是老客户，这个也不打算挣钱，就收点公司费，插头就送他了。但是你们不要以为我这里修车就都是送的啊，但我到时候裤衩子赔条都不够。阿美交车。